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那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跨平台的阿里巴巴推出的这一款智能体应用的第3期，也就是关于浏览器的智能体的使用。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它的一个演示的视频。那它这个案例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案例就是要去实现一个股票价格的一个搜索，去创建一个 WPS 这样的表格，然后再把搜索到的对应的这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效果。它左侧呢已经开始执行了啊，左侧包括截图啊、AI 分析啊，以及它的一个图像处理的步骤。右侧是在对应的一个 UI 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检索了苹果的股价是250多块钱，接下来它检索了这个英伟达的股价是182.81。接下来呢，看它会不会去创建一个 WPS 的表格啊？我们看到它已经打开了 WPS，它应该会点击创建，对，一个全新的表格就创建好了。接下来它会把刚才搜索到的数据填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呢，苹果已经填进去了，股价在这是250多块，对，没错，这个稍微有点小啊，对，但这数值是对的。下面一个就是英伟达以及它对应的股票应该是180多块，182，OK，它也填对了啊，没错。然后呢，它会把这个文件给它保存到本地。那至此呢，它整个的一个任务和工作流呢就已经执行完了。那本期呢，我也将带大家手把手的告诉你怎么样去实现这样一个浏览器端的一个工作流，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去操作你的浏览器。OK，那还是老规矩啊，因为内容比较多，我是写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文档嘛。对，那我们前2期讲的是手机端和那个电脑端的，这一期我们主要是讲的浏览器端的。OK，所以基础的内容会有一些类似的，我就不会逐一细细的讲了。那我会带大家简单过一遍，如果大家有不了解的，可以去看我前2期的一个视频。那关于这个文档的话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也可以直接就是发送到您的一个邮箱。OK，那我们下面开始我们的一个部署。首先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先来到这个我们的文档第一步，就是我们这个显存是16G 啊。那大家要注意一下硬件的一个条件。然后呢，我们是在 WS2 里面去操作的，那乌班图的24.04这样的一个版本。对，然后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装一下这个 WS2啊。有些小伙伴可能之前没用过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一下，其实你要执行的就是这一条命令啊，就是如果你之前有装，你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个系统去卸载掉，然后呢，你主要是装这一条命令，就是用那个 install，然后呢指定它的版本，装好之后呢，你可以查看一下，然后这个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第一步就过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它实际上呢，它在第一步里面呢，就你安装第一步已经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步就已经都概括了，都包括了，所以就不用特殊的去处理哦，我们就跳过。然后第3步的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也会有一些细节啊，就是有坑。然后呢，我把它放大一点啊，大家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去执行这个命令，就是我们去下载这个 mini command 啊，下载到我们的 WS2 里面，然后呢，我们用 bash 命令去执行它。对，然后这里要去注意，要选择 yes 和 enter 和 yes 啊。OK，然后呢，再去激活下它这个配置文件，然后再去执行如下2条命令啊。执行完之后再次激活这个文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conda version， 如果有返回这个数值版本号，就代表你这一步也已经处理好了。OK， 那我们来到下面的第4步。第4步的话呢，就是去用 git 去给它把这个项目拷到你的本地。OK， 我们看一下它的命令是长这样的啊。好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它的光门这个地方，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这个 code， 然后呢，这里有个复制的按钮，我们选一下，对，然后呢，你去来到你的那个目录文件夹啊，比如说这个 git clone， 然后把刚才这个命令给它复制回来啊就可以了，它就可以拷贝到你的本地了啊，也比较简单，对。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走，然后就是切换到它的一个目录到第5步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些细节要注意一点，要复杂一点啊，我给大家放大一点，大家看得更清楚啊。首先呢，我们要去我们的那个本地去在 WS2 里面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然后我们再切换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安装这一个 Hugging Face 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它是用来去下载模型的啊。然后我这里呢，因为我已经说过我是16G 的显存，所以最高的话呢，也就只能支持4B 的一个模型啊。你接下来要输入的命令就是这一行命令啊，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直接去输也是没问题的，或者是呢，
你就直接用这一条也行，都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了，你这个模型的名称一定要输对了啊，不然下载不了的。然后这个本地的文件夹呢，你可以指定到任何一个目录。我这边是直接创了一个这个目录嘛，我就直接下载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根目录里面。好，OK，其他就没别的要注意的。会，但这个下载的过程跟你网速的看，大概以来10到20分钟嘛。如果你慢的话，就是对，差不多是这个情况。然后第6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你前面这些步骤执行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这个 command 命令给它去创建一个虚拟环境，然后指定它的 Python 版本啊3012，然后去用这条命令激活它啊，这个也就搞定了。OK，然后接下来就要去安装这些 Python 的一个依赖。大家注意哦，这些命令都是在那个 WS2 里面去操作的。对啊，你在这个虚拟环境激活之后进去之后，你在里面去执行这几条命令啊，把它相关的这个依赖都给它装好了啊。OK。这个也就过了，然后第8步、第9步一直到第14步，这个我们不用管了，这是前两期的内容啊，这是手机端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下面直接来到这个浏览器端 ，OK， 在这里我们直接看这里啊，就是整体来说浏览器端它的一个执行是要更丝滑一些的，对，它没有手机端那么复杂，那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去配一些相关的一个依赖，我放大领给大家看。第一步，我们来到这个文件夹。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激活这个虚拟环境啊，刚才弄过了，然后去装这一个，就是它本地有一个这个 requirement 的 TST， 把它依赖都给装完啊。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就是要安装好这个 Chrome 的这个 Playwright 这样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工具了。对，它会去自动操作你的浏览器啊。我们 Agent 的控制浏览器也是靠它。对。揉好之后呢，这个下载的话会比较慢了，就是大概要个半个小时左右。你如果觉得慢的话，你可以执行我如下这两条命令。这两条命令的话呢，它就相当于是可以，给你配一个镜像，让你下载速度会快一些啊，大概是这样的。对，其他也没有别的。OK，那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这边就是依赖也就抓好了，然后我们再回到 Windows 这边也要装依赖。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项目本身来。OK，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目录文件夹，我放大一点嘛，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然后我进入到我们这里是一个 Mobile Agent， 然后再来到 Mobile Agent， 要注意版本是 V3.5 啊，最新的。好，进来之后我们发现这边有很多个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选的是那个Browser Use， 我们这期讲的是浏览器的啊。OK， 进来之后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然后我们首先要激活它的虚拟环境。OK， 我们环境已经激活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文档，我们看看应该是怎么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一步是，首先是咱要把这个文件夹里面，它不是有一个这个 Browse User 吗？Browse User 我们要把它复制下来把它下载到本地，然后呢，放到你的 Windows 端的一个电脑里面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 WS2 里面跑的是我们服务端，对，然后如果你的服务端，你的那个客户端也是在这里面去跑的话呢，会导致它识别的是这一个大块黑色的东西，就是它不会在你 Windows 本地打开你的浏览器，它会在 Linux 里面就打开，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浏览器的这个文件夹复制到本地，然后我们打开它，对，然后呢，我们在 Windows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我重新输一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 CMD， 我们点击回车它就已经默认来到这个文件夹了放大一点，它默认来了文件夹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做的是啥？首先要激活这个虚拟环境嘛，因为我这已经创好了首先你如果没有创建好的话，你是需要激活的，就是你要新建一个这样的虚拟环境。刚刚那个命令我也有讲过就是在对，它在在 Windows 本地也要执行这两条命令这边我已经创建好了这个环境我就不再重复创建了所以我就直接激活它。OK，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这个虚拟环境了。那大爷我们进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先去服务端去启动这个服务。好，首先这里要注意有2点就是在启动服务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给它 API key 给它 P 一下，就是
我们可以输入这段命令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放大一点。对 Windows 的话呢，我们要输入的就是你这里可以认定义，就是自定义一个这种 API key，因为我们用的那个 VLAM 嘛，它是调用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它不是那种云端的，所以这里无所谓。如果你是 Linux 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按照这个命令去输啊，这里我们输上面的就好了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OK， 这边就输入好了，就已经配好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步。这种方式它只是对当前这个 CMD 窗口有效的啊，就只对这个绘画。如果你想要持久化的话呢，就是不用每一次一开都要去配的话呢，那你就需要在你这个 Windows 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呢，给它新建一个什么文件呢？新建一个点 env 文件，就是 environment 它的一个前缀。然后呢，你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呢，再把这个刚才我们配的这个东西给它写上去，然后把这个文件给它 Ctrl+S 保存。然后之后你启动 Python 的脚本呢，它就会自动加载这个文件的啊。两种方法你任选其一啊，都可以。对，然后接下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个地方呢，当时也是一直在报错，我也自己也去纠错了挺久啊。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两个方向。首先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有一个 Windows 的数主机，还有一个就是 WS2 的这个相当于也是一个虚拟机吧啊。然后我们是要输入这一行命令，就是的。它是在 Windows 的角度去看那个 Linux 它的一个地址是多少，就是 hostname-i 啊。反之呢，如果你要在 Linux 的角度去看 Windows 的那个 IP 的话，你就要输入这一行命令啊，它就会把你找出了它对应的一个 IP，这个非常重要啊，不然到时候你会报502，你没办法把你的客户端请求发到服务端。对，那我们先输入一下这条命令嘛，我们要在 WS2 里面输啊。输了之后呢，我们点击回车，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 IP 就是这么多啊，我这已经复制上去了啊，对。然后这个 IP 呢，你之后要给它贴到你的那个服务启动命令上去的，贴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在这里，对，这是它。OK，那我先接着往下讲吧，不急。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给大家简单过一下，因为它这个浏览器端的它的这个参数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一大堆的全是它的一个参数啊，那这些参数呢，我就不逐个给大家讲了，我会抽一些比较重要的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也整理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标红的啊，我简单跟你们都过一下。要注意的是什么啊？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的参数，这是包括一个任务设置的参数。那这个参数里面有一个 task、web， 还有这几个稍微重要一点。task 的话呢，就是咱们要给它去人为添加的这个指令，就是要它执行一个什么任务啊。web 的话呢，就是它一开始把浏览器打开的时候呢，它默认进入的一个这个网页的一个地址。对，还有这个 download dir 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下载的一个这个图片截图放在什么一个文件夹。对，因为它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不断的去截图，然后喂给大模型去分析，然后去产生这样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第二部分参数是要关于 agent 的这一块的一个参数。model 这个好理解，就是你的模型，在这里面我们用的是那个本地的4B 的模型，对吧？都下载好了。然后呢，这个基础的 URL 就是推理服务的 URL 啊，就是那个8000那个端口。然后的图像类型呢，这里有几种啊，有 base、node 有 file、OASS，等下我也会提。然后呢，这个 mass token 呢，就是你推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上下文长度吧。对，这个其实默认是2048，如果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加，或者是效果不好你就加嘛。啊，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对，其他的都比较简单，这个参数都不讲了哦。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要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image type 这个参数，它有3种类型的一个major类型的一个值，有 base、node 有 file、有 OASS，因为我们是用本地的。然后呢，我在这次演示里面会给大家展示 base64的，它实际上是比较长的一个字符串摆一个图片啊，所以如果你执行这个时候速度会变慢的时候，超时的时候，你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比如说 fire 啊，这种话就直接用的是本地的一个路径，它的速度会快一些啊。但是你的模型跟脚本是要在同一台机器上的，对，就这个细节。然后接下来就是浏览器感知的参数啊，大家不用急啊，后面马上就要开始部署了。浏览器感知的这个参数呢，它有几项也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这个 use CSS sound，它是
告诉这个大模型，就是要使用它的 CSS 的这样一个标签，你本地是最轻量的，速度最快的啊。如果你要用对 US Omni 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你还要在后台要布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是专门用来去识别它的一个网页的元素的啊，这样可能会更精准，的确。但是呢，如果你显存不够，它的速度会非常慢，或者是直接就我给你爆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OK，然后还有这个 headless，这个做爬虫的朋友应该也知道，这就是无头模式嘛，对吧？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呢，包括我要给大家演示的时候，我肯定是要把这个给注销掉，我不能给你开这一下啊，因为这个我都不知道它执行到哪一步啊，它的效果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比较调试过了，你想有一个比较资源消耗比较低，然后呢在生产环境去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些呢不用 hide，对，就这个意思。然后再上面就是这个 highlight mouse 啊，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就是把你鼠标那个地方刚亮，其他的这些比较简单就不讲了。然后最下面一部分插图就是这个评估与评分啊，这部分大家一般可以不用关注啊，这个是对开发者而言的，就是他要去评测你这个任务执行的这个效果怎么样。也 OK，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部署我们的服务端了。稍等一下，好，我们先启动这个命令嘛。对，服务端这个命令呢，要给大家也讲一下。首先呢，Python 去启动这样一个模块啊，然后呢，它的模型啊，我这里是保存在这个地方，就是 modus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4B 的模型指令为好玩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模型的名字啊，你选的默认就好，好，然后要选的这个信任远程的代码，然后呢，它的模型的最大的上下文长度，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调节，我的选的是24576，然后就是这个 GPU 的一个利用率，在你显存能够支持的情况下呢，建议稍微调高一点，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性能。然后这个 NIMI 的这 per 这个提示词，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次执行的时候呢，它只会考虑2张图片，类似这种的啊。然后最下面这一个就是代表了这个你的并发请求啊，一次最多来几个啊？这里可以给它先设置个5。如果你的计算机的资源够的话，你可以设这个大一些啊，没关系的。对，就这样一个命令。OK，让我们把它来到我们的目录，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执行啊。我们把它复制下来，我们点击回车，它的后台已经开始启动了啊。我们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 VMM 的标志都出来了，就代表它真的加载了。现在的显存已经来到15.5了，就是已经比较极限了，很接近这个16了。OK，到这个为止，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显示呢 application start complete 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它这个端口是8000，就是它的一个地址。对。OK，服务端不说好了嘛，我们就开始搞那个客户端。OK，那我们就来，首先刚才这个环境面呢，我们也配置好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命令我们也输好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执行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任务哇，我这里有2个案例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就是我先复制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分别是什么意思。来，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然后我们复制一下刚才的这个命令大家注意首先呢，它每一行最后的是有一个这种尖角向上的这个是可以在 CMD 里面支持多行的。然后它每个参数具体什么含义，跟大家简单过一下。首先这个任务是干啥呢？就是我会让大家去浏览器里面搜索一下 VLM，然后呢，在搜索的结果里面去找出来这个项目然后进入这个仓库，然后去看到这个仓库里面那个它的start数呢是多少，然后呢告诉我，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最后得到这个结果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在执行这个流程之前呢，是需要对它源码进行一定的一个修改大家不要看到说要修改源码就很害怕，其实真的比较简单的我给大家讲，这是坑我都已经谈过，大家只要按我的一个操作来，你就很容易实现的，真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来，首先呢，我们来在这里，就是这个打开这个脚本这有个 for web 这个脚本，打开这里。我们是在服务端打开我们是在客户端打开，说错了。我们首先还是用这个用 VS Code 把整个文件夹打开了。那这个项目文件夹已经打开了，我们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哎，我们先把这个打开，这个文件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给它拉到最下面。大家要先加入这一行啊，就是这个参数的那个供应商是 OpenAI，就是它的这个接口是符合 ABI 的那个 OpenAI 的形式的，因为这里是8000，后面要给它来一杠 V1啊，这个是经验，不然会报错的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这个任务啊，它最后是要它告诉我们这个有多少个 star， 对吧？但是它默认的这个仓库源码，它执行完之后，它不会返回任何结果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给它去改一下它的源码，是在什么位置呢？啊，我们首先打开这个地方，就是 agent 这个脚本 agent 的 py， 打一打，我们放大一点，然后我们给它下拉到大概我们找到啊是500行左右的位置，就这个函数 agent 的 loop， 我们搜一下，哎，对，在这个位置啊，大概500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它默认的，就你一开始下载好之后，默认的这个项目就是这两行它没有东西的中间，它就说你这个 action key 如果是要你回答任务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就直接给它 break 就退出了。那实际中呢，我们是希望它要到回答任务的时候呢，它是能把这个回答的东西给我答出来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要加上这样一个内容，对，其他也不用做修改啊。然后呢，它的 action key 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很多种操作，就是我们哪一次执行的时候呢，这个都会截图，然后喂给这个大模型。大模型呢，基于它对这个图片的一个元素提取和它的理解，然后才会给出一个指令。下一步比如说要 type， 要输入，要打字，或者是要点击某个按钮，或者是要往下滑动，以及我们这里的 answer 回答，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对 ，OK， 我们这里改好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就大胆的去执行这个命令就好了。然后我们点击回车。我们可以看到左上马上就已经开起来一个这样的浏览器，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去搜索啊这个 VLM， 它的模型推理是3秒多，整体来说，哎，它的速度是比我之前在那个浏览器在那个电脑端和手机端是要快得多了啊，我觉得浏览器端的速度是最快的，可能它这一块优化的更好。对，我们可以看它已经进入这个 GitHub 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有 76.2K 的星啊，我们看它会不会告诉我们这个 star 是多少？我们稍等一下啊。哎，你看最后就回答 76.2K， 对吧？它就执行完了，而且回答的数字也是对的。我们看整个过程，实际上刚才也就持续了20多秒吧，其实还是挺快的啊。你看这个任务就很快就执行完了，对。然后呢，它这个回答也是我们刚刚给它添加那个代码嘛，对吧？就这一块有东西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加这一块，它这种不会有任何东西返回的啊。对，这交互体验就没那么好。然后这个命令执行完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就输入的是英文版的提示词了啊。我想让它去增大一些难度。我现在还是先给它放到命令行里面，让大家去看的这到底是干啥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哎，我们粘贴，我们就看这条命令，它具体是要干啥？啊，首先呢，它还是去把 VLM 去搜一下，然后呢，搜了之后呢，它会去这个仓库去找一找，然后呢，首先它会把这个仓库里面的这个 star 给它记下来，提取出来，然后呢，它都会点击这么一所这一个 tab 页，然后呢，它在那个 tab 页里面去找啊，哪一个是就是第一个打开的这个一所，在这个 list 里面，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在后面添加了一个任务，然后呢，提示词是全英文的。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它的一个命令行的一个这些含义吧，因为刚才啊，这些细节还没提。首先 task 先给大家讲过了啊，这个好理解。然后这个 web 就是它打开之后呢，它默认的一个进入网页。然后这个 base 的 URL， 这个要注意啊，这个我刚才跟大家有说过，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 host name 这里输入之后，它会弹出一个 IP， 也就是说我们在 Windows 的角度去看这个 WS2 这台机器它的 IP 是多少，然后 p a n k o 呢，我们这里面是8000，刚刚就是对8000当头，所以我们把这里拼起来就是这个数值加增这个数值，对，然后你注意后面要加一个杠 V1，因为这样是符合 OpenAI 的那个 API 的形式，对，然后模型的话这个好理解啊，就是我们本地下载的那个4B 的模型。对，然后输出的文件夹这里呢，你可以自定义啊，
这个 local text 你可以自定义。然后呢，图像类型这里是 base 六四啊，我没有写 file。然后 max token 的话，这个地方呢，它默认是2048，我这里翻了1倍啊，你可以自己去调整。然后这个 max iter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执行一个单步的任务的话，它最多给你循环多少步啊？就是它也不可能无限的给你去执行，对。然后最下面这个就使用 UCSS 的这个效果去识别。OK， 那我们继续来点击回车。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它就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浏览器。好，它显示这边已经把浏览器打开，然后呢，启动了本地的这个 Playwright 是异步的。我们稍等一下，看它会不会去搜索这个 VLM。哎，它对英文的提示是识别效果挺好的，它已经收到了啊，是从 Bing 进去的。然后呢，它点进去来到 GitHub 这里面，我们稍等一下，哎，它已经进去了。它进去之后，它会把之前第一个那个 tab 页给关掉啊。你看它这里有时候会报一些小错，但大家不要怕，它自己有纠错机制。OK， 我们看到它也进入这个艺术这个页面了啊。对，然后呢，它会给我们回答，就是呢，告诉你这一个星总有这个参数总有多少个 star 嘛，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一个打开的那个艺术是叫什么名字？对对对，OK， 这都基本是对的吧 ？OK， 所以呢，这就是它整体一个执行的一个过程。OK， 到这里为止呢，这个第二个案例已经也就执行完了，然后源码这部分呢，交代该改的也有改好了。那整体关于这一块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流程，大家应该心里面都清楚啊。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个项目要执行效果好，需要一些注明哪些东西啊？首先呢，还是就是你的显卡算力啊，你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你可以跑产生量更大的模型，对不对？这还有32B 的，对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写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就是我们这个任务你不能写的太像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我们日常对话这种的。你最好是一句话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执行过程中，它会把这些任务都进行一个就是拆解吧。对，它其实底层是会给它去拆解的。这样的话呢，你的任务你在话里面呢组织的语言就是每一句话是一个小任务啊，那么它后面它拆解起来它的效果会更好，执行呢也会就是更加顺利。懂我意思吗？但是大家也会看到刚才有些地方它其实也是报了一些错啊，你不用怕，因为这个阿里巴巴推出这个框架。就是在我们前体系，大家应该也有看得到，就是不管它是浏览器也好，或者是它是电脑端或者是手机端好，它都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会自动去纠错的。对，所以呢，它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最终它还是会把你的给它的任务会执行完啊，这也是第一点。而且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都是调用了本地的大模型，所以咱们数据隐私这一块是有保障的，对吧？另外呢，我们也不用去付费去买 API，没有 token 交易，这都是本地的大模型嘛，对吧？只要你算力你显成那个足够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在本地跑起来，然后让它去给你干活啊。对，那分享一点呢，就是每次我们去这样去执行，其实还是有些麻烦的啊。其实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是说这个视频大家点赞量很高的话啊，那我后面可以出一个整合包，就是让大家直接在这个 UI 页面去点击。你填一下参数，你要设置的什么血证卡，你自己去选，然后你去点击执行就好了。然后模型你也可以去替换，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会好很多对，不用你每次去输入这种命令函，因为对一般的用户不是很友好。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啊，因为之前几期我带大家都逐一过了嘛，不管是电脑端也好，手机端也好，还是浏览器端它执行的模式呢，它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给它输入的命令，然后呢让它去执行，然后执行完了也就结束了。小任务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些是比较长的任务，需要重复性执行的任务呢，那我觉得我们每次都这样输的话就很不方便。所以后续如果大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考虑给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手机端去给它施加命令，我们在外面就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对着它用那个语音识别，然后说一段话要它执行什么，然后这一道命令会发送到我们电脑的一个服务端，然后呢，它就可以在本地去执行了。执行完之后，让它再返回一个这个执行结果，又给到我们手机端，其实也是客户端跟那个服务端的一个交互。对，这其实也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呢，去重新给它去开发一些新的功能。
那这一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也可以去尝试试一下。然后呢，因为我目前只是一个4B 的模型所以我觉得4B 的模型都会达到这种效果的话，那么在算力永久的条件下呢，对于这种8B、32B 这种量级更大的模型，那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做成这种生产的应用呢，只要你用得好，应该是问题不大的，肯定是会有帮助的，对吧？然后呢，缺点不足方面呢，我觉得，比如说今天这个浏览器端的，它实际上开启浏览器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只能支持打开一个那个 tab 页面，它不能打开多个并行的，它不能就是你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执行完了，然后从那个 tab 1又给它跳到 tab 2，然后两个之间互相交互，这一块它可能目前没有开发对，这是后面可能考虑优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用的是它匹配的这个4B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个 GUI 的，它这个模型跟整个框架是绑定的，深度绑定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呢，它也是支持调用商用 API 的。就我自己试了一下其他的 API 比如说那个和 Kiny 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模型的国外的这种商用的 API，这种都是能力很强的大模型了。但是呢，一旦我把 API 接入到这里面，它就跟整个项目是没办法就是兼容嘛，就类似于他们不适配，所以导致模型能力很强，但是它最后没办法去输出这个跟这个结果一致的这种适配的结果，导致它也没法发挥出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威力。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一个后期可以考虑优化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这2点都解决了，我觉得它的能力会得到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其他也没有啥了暂时就先讲到那么多。那本期内容呢，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支持下我的创作，帮我点赞、转发、关注。那下期内容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精彩的实用的一个 AI 的一个工具。那谢谢大家，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